南极也许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我们永远不能自由踏足的大陆。为什么全世界都签了南极条约，却没有人敢告诉你南极下面有什么？有人说那是一扇通往地心世界的门，也有人说那是外星文明的入口。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上唯一一块你永远不能随便去的地方就是南极？你可以去太空、登珠峰，甚至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但你不能自由抵达南极大陆的内陆。每一趟航线，每一次着陆，都必须经过国际条约的批准。问题是，这片被冰封的土地为什么需要如此严密的保护？它的纯净到底是因为环境，还是因为它真的在隐藏某些东西？南极是地球的第7块大陆，平均海拔2800米，冰层最厚的地方超过4000米。那片冰层下面藏着全世界70%的淡水资源。自1959年起，南极条约生效，那里禁止军事活动，禁止核试验，禁止资源开发，禁止私人定居，一切活动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名。听上去很高尚，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对一片冰原设立这样的全球禁令？为什么几十个国家都默契地不去碰它？于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南极究竟是科学的圣地，还是人类的盲区？如果要讲南极的秘密，就一定绕不开一个名字——理查德·伯德。这位伯德不是普通的将军，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传奇的探险家之一。早在1926年，他就驾驶飞机飞越了北极，尽管后来有人质疑他的飞行距离不够。在1929年，他又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越南极点的任务，因此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他，还授予了他荣誉勋章。换句话来说，如果有人能带队去南极执行绝密任务，那一定是他。1934年，伯德在南极的罗斯冰架上建立了前进基地，独自驻守了整整5个月。后来他在书里写道，他在极夜的寂静中听到了地底深处的低频响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地球哀鸣声那一期？空气仿佛在震动，那种孤独和诡异的体验让他从此之后对南极着了迷。他认为南极不只是冰，而是地球内部最神秘的窗口。于是当2战结束，世界进入了冷战初期，他再次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南极远征，而这就是1946年展开的跳高行动。跳高行动名义上是军事训练，但阵容堪比战争级别，13艘舰艇，23架飞机，4700人。伯德上将亲自担任总指挥。行动原计划持续8个月，但仅仅6周后，整个舰队突然撤退。有船只受损，有飞行员失踪。官方的理由是恶劣气候与补给不足。但伯德回国后，在致力《信使报》的采访时，留下了一句让全世界都迷惑的话：如果再有一场战争，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从南极飞出来的敌人。这句话被登在1947年3月5日的《信使报》上。同样，这句话也让所有阴谋论如火山喷发。有人说伯德遭遇了不明飞行器，也有人说他看见了纳粹在冰下的秘密基地，还有人相信他闯入了地心世界的入口。这个就涉及到了地球空心论，咱们后面单独做一期来讲。多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本署名为伯德上将的秘密日记的书，声称伯德曾写下：我见到一片温暖的绿洲，还有飞行器在空中盘旋，传说行动中见到了外星人或纳粹秘密城市，同时还记录了舰队被飞碟攻击的过程，听起来十分惊人。但那本日记最早出现在1980年，而它从未出现在伯德家族的档案或者官方文件中，也被许多学者认定是伪造的。可问题是，伯德的确留下了被涂黑的机密任务报告，而其中的部分内容直到今天仍未解密。也就是说，这场跳高行动即便剔除了所有神秘色彩，它依然是个不正常的行动。咱们回到1938年，纳粹德国就派出了一艘探险船施瓦本兰号，他们在南极毛德皇后地空投金属标志，并声称那片区域是德国的新领地。这次任务后来演化出了无数传说，有人说他们在冰下建立了211号基地，有人说他们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址，还有人相信希特勒逃到了那里。真实的史料显示，他们的确在那里留下了建筑遗迹，但暂时还未发现基地的证据。然而，当美国的跳高行动在同一地区活动，神秘的时间线重叠，于是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美军是去找纳粹老巢的。要知道，早在伯德探险的前400多年，一张古老的地图就已经为这片冰封的大陆埋下了伏笔。1513年，奥斯曼帝国航海家皮瑞雷斯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它的部分内容后来被发现，竟然精确地描绘出了南极洲的海岸线，而那正是南极洲在冰封之前的样子。而现存的那张地图仅为原图的1/3，保留在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他在图的备注中写道：此图结合了20张航海图、地理著作，一张据说是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航海图作为来源。
要知道，南极直到1820年才被正式发现，而皮瑞雷斯的时代连望远镜都还不完善。更诡异的是，地图上的南极海岸线的形状与现代卫星测绘下的冰层之下的陆地轮廓惊人一致。美国空军制图局在1960年曾研究过这张地图，官方报告写道，这幅地图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显然远超了16世纪已知的地理认知。科学界解释说，也许皮瑞雷斯参考了更早的古航海图，甚至有可能源自史前文明或者失落的古制图体系。但这也让人不得不问，南极在人类发现之前，难道就被人见过吗？在阴谋论之外，南极确实隐藏了科学上令人震惊的秘密。例如沃斯托克湖，它是位于南极4公里冰层下的封闭湖泊，存在独特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还有血瀑布，一股红色的铁盐水从冰川流出，看上去就像冰在流血。还有会唱歌的冰架，风在与雪粒的共振下产生了持续的地平声波，这些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当科学家解释以后，人们反而更加不安，因为科学所能解释的是现象，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封锁那么多地方。于是，越合理的解释反而越像遮盖。咱们再来说说近几年关注度很高的南极冰墙。南极冰墙确实存在，那是冰盖边缘断裂形成的巨大悬崖，有的高达60米。但在阴谋论中，它象征的意义更大。在那里，南极冰墙是世界的边界，是真相之外的屏障。有些人相信冰墙之外是未知陆地，也有人说那是地心入口，还有人认为那是地球模拟的边缘，而我们人类只是一个巨大实验室里的观测对象。其实，冰墙是一个心理暗语，人类害怕未知，却又渴望未知。我们希望世界还有被隐藏的一角。那样现实就没有那么无聊。也许南极真正的秘密并不在冰层下面，而是在我们的大脑里。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那片白色的大陆，不妨想一想，究竟是我们希望揭开真相，还是我们希望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希望它永远不要被揭开。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咱们下期再见。